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？下班挤地铁，你盯着玻璃上自己的反光，手机里还刷着工作群的未读消息，突然脑子嗡的一下，我这一天到底在忙什么啊？或者周末躺床上刷了一整天短视频，放下手机的时候，心里像塞了团湿棉花，明明眼睛忙得发酸，可怎么比加班还累？再或者，你对着超市货架上的速冻饺子发呆，突然想起小时候蹲在奶奶厨房门口，看她揉面时粘在指头上的面粉，那时候闻着饺子香，心里满的要溢出来，可现在吃什么都像嚼蜡。如果你有过这种越忙越空的感觉，今天要聊的这本书，可能会给你第一杯热可可，不是灌你鸡汤，是帮你把丢了的自己捡回来。它就是佩索阿的《我将宇宙随身携带》。先说说佩索阿，那个窝在你4本小办公室里的宇宙观察者。在聊书之前，我想先跟你们唠唠作者费尔南多·佩索阿。这人特有意思，他一辈子没离开过葡萄牙里斯本，没结婚没孩子，就窝在一家进出口公司当文员，每天的工作是填报关单、算运费。但就是这么个最普通的打工人，写出来的文字，却像一把钥匙，能打开很多人心灵那扇从来没敢推开的门。他还有个怪习惯，不用自己的名字写东西，反而创造了几十个艺名，比如书里的冈波斯。用他的话说，我不是一个人，是一群人，每个艺名都在帮我说出藏在心里的另一个自己。我将宇宙随身携带，就是冈波斯写的，不是诗集，不是哲学书，是一个普通人对怎么活的碎碎念。比如他早上喝黑咖啡时的感想，下班路上看云的心情，甚至对着楼下卖花老太太的篮子发呆时的胡思乱想。但就是这些碎碎念，戳中了无数人，因为他写的不是大道理，是我们每天都在经历，却从来没认真看见的东西。佩索阿的宇宙观，你和世界根本不是陌生人。为什么我们会越忙越空？佩索阿说，因为我们把自己和宇宙断开了。什么是宇宙？不是遥远的星空，不是黑洞，星系是你脚下的路，吹过你发梢的风，早餐店飘来的豆浆香，甚至你邻居家小孩的哭声。佩索阿在书里写过一句话，我第一次读就记到现在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举个例子，你今天早上赶地铁，路过一棵梧桐树，风把叶子吹到你脚边，你有没有试过蹲下来，摸一摸那片叶子的纹路？不是为了文艺，是为了让自己接住宇宙给你的信号。原来秋天已经来了，原来这棵树已经在这儿站了10年，原来我和它共享了同一场风。我们的空，恰恰是因为把这些信号都过滤掉了，我们把自己当成工具人，只关注要做什么，却忘了我在经历什么。就像佩索阿说的，现代人的悲剧，不是没有钱，不是没有爱，是把自己活成了单向度的人，眼睛只看前方的目标，却看不见旁边的花，听不到风的声音，甚至忘了自己的呼吸3是个日常习惯。把宇宙感拉回你的生活里，那怎么才能把断开的连接接回来？佩索阿没给标准答案，但给了4个能立刻动手做的小习惯，不是让你辞职去旅行，不是让你打坐冥想，是把宇宙感揉进每天的小事里。第一，吃饭的时候别做第2个动作。佩索阿说，活在当下不是什么都不想，是做一件事的时候就只做这件事。比如你吃早餐，别一边刷朋友圈一边啃包子。1，先闻闻包子的面香，是小麦的甜还是酵母的酸？2，咬第一口的时候，感受包子皮的软，肉馅的咸淡，有没有汁水流出来？3，咽下去的时候，摸摸自己的肚子，有没有冷起来的感觉？听起来很简单，对不对？但你试试就知道，当你把注意力砸在吃包子这件事上，你会突然发现，原来我每天吃的不是包子，是小麦从种子变成面粉，包子师傅揉了100下的面，肉馅里藏着的姜味，这些细节就是宇宙给你的礼物。我自己试过，昨天早上喝豆浆，我特意没看手机，盯着杯子里的热气，闻着黄豆的香，喝第一口的时候，突然想起小时候奶奶煮的豆浆，那时候她会在里面加1颗冰糖，甜得很温柔，我突然就笑了，原来小时候的感觉从来没走，是我自己没认真找。第二，每周做一件没做过的小事，拥抱变化，就是拥抱新的自己。佩索阿说，宇宙的本质是变化，树叶会落，云会飘，你今天的心情和昨天不一样，这才是正常的。可我们呢，总爱待在舒适区里，比如每天走同一条路下班，点同一个口味的外卖，甚至连朋友圈的点赞顺序都没变过。佩索阿的建议是，每周做一件没做过的小事，比如换条路下班，看看有没有新的花店。2，试一杯从来没喝过的咖啡，比如手冲也加雪菲，别加奶。3，跟楼下卖水果的阿姨说句话，你这橘子甜吗？我上周试了，换了条路下班，路过一个老巷子，看见一位爷爷在门口摆了张桌子，
上面放着自己种的薄荷。我问他，爷爷，这薄荷卖吗？他笑着说，送你一把，要洗干净再吃哦。我把薄荷带回家，泡了杯薄荷茶，闻着香味的时候，突然觉得原来变化不是危险，是宇宙给你的惊喜。第三呢，写5分钟日记，不是记流水账，是和自己对话。佩索阿一辈子写了几万字的日记，不是记今天做了什么，是记今天最触动我的一个瞬间。比如他写，今天下午我在办公室窗户边看云，看见一朵云像只猫，它飘过去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养的那只黑猫，它总爱蹲在我膝盖上打盹，毛里有阳光的味道。他说，自我反省不是批判自己，是看见自己，你的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某一刻突然开心，为什么会在某一刻突然难过，这才是认识自己的开始。我的建议是，每天晚上花5分钟写一句话日记，不用长篇大论，就写今天最让我触动的一件小事。比如早上地铁上有个小朋友给我让座，他的手软软的。比如下班路上闻到桂花香，突然想起高中教室窗外的桂树。比如晚上煮面，水烧开的时候，蒸汽模糊了眼镜，我觉得很温暖。你试试，1个月后，你翻开日记会发现，原来我每天的生活不是重复的，是有温度的。第4，睡前想3件值得谢谢的小事。感恩不是仪式，是看见被爱。佩索阿说，感恩不是感谢大恩大德，是感谢那些习以为常的小事，比如风把窗帘吹起来，比如邻居家的猫蹭你的腿，比如便利店老板多给你装了个塑料袋。他自己每天睡前都会想3件值得谢谢的事。谢谢早上卖咖啡的姑娘，给我多放了点奶。谢谢风，把我桌上的文件吹到窗户边，让我看见外面的云。谢谢自己，今天没对同事发脾气。我最近也在做这件事，昨天睡前想。谢谢楼下的阿姨，帮我代收了快递。谢谢地铁上的大叔，给我让了个扶杆。谢谢自己，今天认真写了一篇文案。你知道吗？当你开始数谢谢的时候，你会突然发现，原来爱不是惊天动地的，是藏在小事里的。宇宙从来没忘记你，是你自己没看见。最后，这本书不是答案，是找答案的工具。聊到这儿，可能有人会问，这本书能让我立刻变幸福吗？我的答案是不能，因为佩索阿没给标准答案，他给的是找答案的方法。就像他在书里写的，我不是要教你怎么活，是要告诉你，你不用活成别人眼里的成功人士，你可以活成你自己，活成风的样子，活成云的样子，活成你喜欢的任何样子。我想起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，是去年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，我被困在出租屋，每天盯着阳台的绿萝发呆，然后翻到书里的一句话，我当时突然就哭了。原来我拼命想找的意义，根本不是什么大目标，是我那天早上没认真尝的豆浆，是我路过楼下没注意的梧桐树影，是我摸猫时它蹭我手心的温度。最后，我想跟你们说，我将宇宙随身携带不是一本有用的书，它不能帮你加薪，不能帮你找对象，不能帮你解决生活里的麻烦，但它能帮你重新看见生活，看见风的形状，看见云的颜色，看见自己的心跳。就像佩索阿说的，我是我所走过的路，看过的云，吃过的面包，听过的歌。我和宇宙从来都是我们。如果你也想试试把宇宙感拉回生活里，不妨从今天开始，1吃早餐的时候放下手机，2下班路上抬头看看云，3睡前想3件值得谢谢的小事，然后去读这本书。不是读完，是慢慢翻，翻到哪页算哪页。因为好的书从来不是读一遍就能懂的，是陪你走一段路的。最后想跟你们约个小约定，如果你今天被我聊的这些戳中了，麻烦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不是为了我，是为了告诉自己，我愿意花点时间好好对待自己的内心。然后评论区留一句你最近最想认真感受的小事，比如明天早上要认真喝一杯牛奶，下班路上要闻闻桂花香，周末要去公园喂猫，我们互相监督。最后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，因为接下来我会聊更多看起来没用但能让你活明白的书，比如人间失格不是抑郁指南，是如何和自己和解，比如被讨厌的勇气不是教你对人，是教你做自己。毕竟能陪你一起走生活的星星的人可不多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儿，愿你能把宇宙随身携带，活成有温度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见。